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刚参加完明基的发布会，本期快速来看一下都有哪些爆料。产品方面，主要重点还是 W6000L， 也就是明基的新一代旗舰。W4000因为是台北研发中心研发的，所以大家看到评测的时间比国外晚了一些。W6000L 就不同了，是我们苏州中心研发的，所以我们国内也将会是全球首发。发布会上感受最大的还是明基在色彩上的重视和专业。W4000我们也评测了，色彩方面确实非常的用心啊，每台机器都有单独的校准报告。我这边也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一张 W6000的校准报告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体还是非常优秀的。现场 demo 体验了20分钟，从大家这个沉浸上应该也能感受到效果的震撼啊。demo 用的是一块 1.8 增益的焦点幕，不要看到增益幕就觉得亮度虚啊， 1.8 现在也基本上属于是低增益了。我现场感受了不同角度的亮度，并没有太大的提升。这台机器即使是在投150寸 1.0 幕下，也可以轻松达到100尼特左右的 HDR 亮度，这还是比较恐怖的，但毕竟播放器不一样，具体的还是要我到手去测试。产品 HDR 实测亮度应该在2000尼特左右，大家可能对这个2000没有什么概念啊。我们往期实测的最高亮度的一些产品，比如说4万多元的 GVC、索尼，他们的 SDR 实际亮度应该也只能达到1800左右，而且 W6000的这个亮度应该还是校色损失后的亮度。那最厉害的一点是，这款产品开启 P3 色域后是不降亮度的，因为没有 P3 滤镜。W4000我们实测可是降了 50% 的亮度，其实大部分宽色域产品都会降亮度，每家都不讲，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。W6000也配备了电动镜头，支持垂直50度和水平21度的电动位移，安装方面非常的方便。会上还深入讲解了前驱控光、足针映射、暗部细节等优势，在这个价位确实已经被明基给拉满了。体验下来也有2个让我遗憾的地方。芯片方面采用的是 0.47 的 DLP， 现场180寸的画面，最后说这是 0.47 芯片的表现，多少都有点让人震撼。这是因为优秀的 0.47 和 0.65 的差距其实没有很大，都是 0.47:4。之前 W4000那期也都对比过，大家也都好奇 0.66 为什么不生产了。总经理透露 0.66 其实是一个过渡产品， 0.65 目前也只是第一代， 0.47 相对来说迭代次数最多也最成熟，因为芯片制程的升级，现在振荡器的位移速度可以达到4次，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。之前用2:4其实还是一个技术上的妥协。在我看来，相比芯片，我更关心的还是 W6000L 这次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镜头。对比度方面，我现场看下来应该在1500到2000左右的一个水平，因为 demo 用的播放器实在太普通了，马戏之王片段还是稍微有点拉垮。0.47 不开动态的顶级水平大概就是这个级别了，这点还是挺遗憾的。定价方面，我猜测应该在4万元左右，定价对标的应该是爱普生12000，有电动镜头的产品都还是蛮贵的，实际成交价我猜测应该会接近索尼的 XW5000。从我的渠道得知，对标的也是这2款产品，刚好这2台机器咱们手里都有。会后采访中，明基还透露计划下放 DLP 0.98 芯片，预计在25年，这将会是第一台大芯片的家用原生 4K， 也有可能是 0.98:4 的8K。整场发布会体验下来还是非常愉快的，全程没有任何拉踩，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值得赞许。从这句话也能感受到品牌在用户和技术上的用心。现场也认识了很多的爱好者，还见到了全世界最会调色的几个人之一。至于 W6000 的完整体验，等到货后再和大家分享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